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4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有一个突发，本来我想今天休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那么网信办出手，今天题目是网信办出手，滴滴下架，又一场资本血案啊。那么滴滴下架，滴滴大家知道，滴滴打车啊。那么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滴滴打车，因为它就是中国版的 Uber， 它就是抄 Uber 的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然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简称叫网信办，网信办7月4号发布公告，然后关于下架滴滴出行 APP 的通告。它这个内容这么说：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中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 APP， 要求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参照国家有关标准，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你就下载不了这个滴滴打车滴滴出行了啊。那对滴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滴滴刚刚上市啊。那7月2号，其实呢，7月2号网信办已经发布过一个这个公告啊，这个公告是这么发：7月2号是关于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公告。网信办有一个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说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啊，然后根据巴拉巴拉巴拉，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了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工作，防范风险扩大，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其实7月2号已经开始让它停止新的用户注册了。然后这次呢，7月4号呢，就滴滴出行下架。滴滴7月2号的网络安全这个审查呢，意思就是它的数据安全有问题。然后这次呢，这个通告呢讲的是它违法收集个人信息啊。大家知道收集个人信息最多的是谁？中国政府啊，他怎么干都行啊，然后别人干不行啊，就是这样啊。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当然有，中国所有的 APP 都在收集个人信息。然而，网信办选择执法，选择肥的下刀。然后滴滴就回应，滴滴将积极配合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我们将在相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全面梳理和排查网络安全风险，持续完善网络安全体系和技术能力。好，滴滴是6月30号，上个星期三，在这个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开市是16块6毛5，发行价滴滴上市的发行价是14块钱，涨了20%。然后呢，中间就跳水就是消息这个安全审查出来，然后按照当时的这个最高价，滴滴的市值800亿美元啊。那么滴滴最后一次融资估值是620亿美元。我们就简单的先评价一下啊，滴滴海外上市，6月30号上市啊，6月30号上市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吧？而且所谓的数据风险，所谓的违法采集数据，肯定不是1天2天的事情啊，肯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么你早不弄晚不弄，等它刚刚上市开始搞，这是什么？这就是阳谋啊！这是个非常典型的阳谋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数据安全风险，老实讲了，这两个东西呢，滴滴海外上市，它不需要把数据外迁啊，它也不需要，它也不需要这个，它也没有需要，也没有必要这么干，对吧？你说中国有没有在中国提供这种平台服务的这个平台商把中国的数据拿到海外去？我们只见过中国要求其他的把这个数据迁到中国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没有这样的诱因啊。那么另外一个，这种平台服务商通常我们叫撮合服务，像滴滴这种业务就是这头连接司机，这头连接顾客啊，那把它撮合在一起，我们叫撮合平台。撮合平台它一定要收集数据，他们说没有收集数据，你怎么去撮合呢？所以这个问题你说他违法收集数据，当然这个数据收集的程度是有规定的啊。那么滴滴有没有违规？如果有违规，你就告诉他就好了，让他整改就好了。但是你让他上市，上市之后再来这一出，这叫什么？这显然是在滴滴上市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已经写好了剧本。去年11月，蚂蚁集团上市前夕，蚂蚁集团是11月6号上市，然后呢11月2号监管约谈，11月3号直接就给它停掉啊，然后11月4号就出公告啊，我们停止上市程序啊，这就是临门一脚就不让你上了啊，这就是叫什么？这叫关门打狗啊！这个蚂蚁集团是叫关门打狗，就不让你出去啊。那么滴滴是什么？滴滴就是开门打狗。什么叫开门打狗？就是打给全世界看，反正你也跑不掉。那么滴滴是毫无疑问啊，滴滴是中国创投行业的宠儿啊。这个滴滴总共9年时间，从开始到现在总共9年时间，非常厉害。9年完成上市，这个很厉害，非常厉害，而且做的是一个这样的行业。那么总先后完成了20次融资，就毫无疑问，滴滴是这个创投行业的宠儿。它融资总额有多少？200亿美元，这非常罕见的一个融资规模，200亿美元。它现在上市才800亿啊，上市以后现在才最高价格是800亿。那它融资已经融了200亿，就已经烧掉了200亿了，厉害吗？非常厉害。那它的股东都是哪些人？大家看一下啊。最大股东软银占20%，然后第二大股东就是管理层就是创始人啊，创始人跟那个柳青啊，柳青是他的 CEO。创始人叫程维啊，程维创始人，柳青加在一起是8.4%啊，这第二大股东啊。然后就是谁呢？然后就是 Uber 啊，Uber 是他5.89%的股东。还有是谁呢？阿里巴巴10%啊，然后腾讯11.4%啊，中信产业基金4%，然后数字天空DST4%。然后是这个 Cotter Management 4%啊，金沙江创投3.44%，然后还有谁呢？还有苹果，还有百度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你一看，这都是基本上中国最顶尖的投资机构全在里头了啊。那么到上市的承销商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然后是摩根大通和华兴资本啊，你看一下这个情况，你就知道啊，这个阵营啊，这个承销的阵营。然后滴滴的数据我们念一下，你就知道它的规模有多大。滴滴全球用户4.93亿，大数5个亿吧啊，
活跃司机，全球活跃司机1500万。那么第一季度，中国出行拥有的月活用户是1亿5600万。那么中国出行业务每天平均成交是2500单，一天成交2500单。那么全球是有15000，就16000名员工啊，研发是7000人啊。那么过去一年，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3月，滴滴全球平均日成交量4000万单啊。那么全平台的交易额是3400万，3400亿，3400亿。今年一季度微利2个亿人民币，少于2个亿人民币。当然这是为了上市好看一点，好看一点。然后是去年是亏损是106亿，2018年亏损是109亿啊。滴滴的这个战绩，滴滴其实是一路过关斩将出来的，滴滴不是就这么慢慢成长起来，不是的啊。第一个，2015年，滴滴打车和这个快滴打车烧钱大战最后结束，然后这个合并，所以滴滴打车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就是把快滴打车给兼并啊，这是2015年。然后2015年呢，这个滴滴为了干翻那个他的模仿对象 Uber 啊，滴滴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投1亿美元，他自己还是被人投资，他投1亿美元给什么 Lyft 啊，像美国的 Lyft， 就在美国，就是在 Uber 的后院点一把火，让 Lyft 去抢这个 Uber 的生意。他甚至呢，把这个 Uber 其他的对手一并投资了。这个很厉害，很凶狠啊。那么一个是 Ola， 一个是Grab Taxi 啊，一起投资。然后当年呢，第2年呢，滴滴获得了苹果的投资10亿美金，这是当时最大一笔的单笔的出资啊。那么当年这个 Uber 就宣布放弃中国市场。把这个 Uber 中国卖给谁？卖给滴滴。实际上当他卖给滴滴的时候，当时有非常大的争议啊，就是 Uber 把这个 Uber 中国的业务卖给滴滴的时候，这里面为什么没有启动什么垄断调查？所以中国的反垄断的这个事业就是一个叫什么？我们叫选择性执法的这个事业啊。所以当时呢是换股啊，换股怎么换呢？就是滴滴打车啊，就是持有，就是 Uber 把它的中国业务卖给滴滴，然后拥有5.89%的股权。这就是为什么 Uber 会是他第3大股东，现在他是他第3大股东，就把这个业务给了你，然后我就占你5.89%。然后呢，滴滴呢再出10亿美元去投资这个 Uber 再占这个 Uber1.5%的股权。不过最后滴滴是退出了对 Uber 的投资啊，因为他自己还需要钱。然后呢，现在就终于熬上市，6月30号，上个星期三，滴滴上市了。说这些股东啊很高兴，这个落袋为安，因为可以卖掉股票了，但不是全部都可以卖，它是有限售啊，就是限制销售，出售它股权的这个限制。但是还没高兴2天啊，没想到另一场血雨腥风就在等着他们。但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没有端倪。5月14号啊，现在是7月4号，5月14号，交通部、网信办、发改委、工信局、公安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督总局、国家信访办8个部门约谈谁呢？约谈这个滴滴
手气约车所有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网约车平台啊，这个滴滴、手气约车、曹操出行、美团出行、T3出行、高德、滴答出行、满帮、货拉拉、快狗打车10家网约车平台啊，说什么呢？说这些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高，分配机制不透明，随意调整价格，这个等等，反正就是不好啊。但是呢，它里面就没有提到什么，没有提到数据安全问题，也没有提到这个收集这个个人信息的问题，它只是提到抽成比例不高啊等等，讲这一堆的这些随意涨价、恶意压低这个运价、垄断货运信息的这些，要求整改5个。第一个，合理确定抽成比例；第二个，整改侵害从业人员权益；第三个，改善司机经营环境；第四个，坚守安全底线；第五个，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啊。那然后什么呢？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模式，努力推进党群组织和工作全覆盖。什么意思？建党支部，要求他们建党支部。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中国对互联网的巨头进行了定点打击啊。那么集中在2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以这个蚂蚁集团为头的这个金融领域啊，这个领域呢，主要是涉及到银行，那么互联网平台把他们的业务延伸到金融领域，比如说网上小贷网上小贷业务，这对这个传统的银行有冲击啊。那么当然，银行都是国企啊，中国有没有私企？有一两个，很少啊，甚至也有外企，外企也慢慢的给挤干净。所以基本上这个领域就是国企的领地。当互联网把业务延伸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政府就进行打击啊，这是第一个领域。第二个领域就是出行，出行也是国企的领地。你看全中国这些城市的出租车公司都是国企啊，都是国企，那就是残酷剥削司机的全是国企啊。那么这个趋势啊，今天这个滴滴啊被下架，其实就是收拾它啊，用各种理由来收拾它，然后你还不能够反驳，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反映2个趋势啊。第一个，国进民退已经把地方的头部民企已经干翻了，所以现在地方民企已经没有太多，国进民退，地方民企已经没有太大的目标了，所以呢，这些企业都完蛋了啊。那么现在就轮到了这个全国性的互联网企业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谁下手？就从触及国企利益的这些互联网下手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非常愚蠢。为什么？中国最有竞争力、中国最有活力的就是互联网企业。你打击他们，那经济烂下去，经济就会继续烂下去，而且烂的会更快。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我就不组织了，我直接念他的文章，非常应景。这篇文章是一篇德国的报纸上的一个评论文章，这个报纸的名字叫《新苏黎世报》。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习近平是个控制狂，扼杀民间产业创新活力，俨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很应景吧？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千禧年之后的第一个10年，中国腐败猖獗，每年春节之后，建商要用这个提袋装满成捆的钱给这个地方政府送，然后他才能够
获得这个建设项目。那么习上台之后，对这个贪腐宣战，通过整肃巩固权力，消除裙带关系。习近平认为，党必须控制经济生活的每个领域，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必须按照党的思想和计划开展活动。党在中国经济领域中就像一颗星星般闪耀于是习近平和他的经济沙皇刘鹤积极纠正上一代领导人犯下的错误，然后祭出国进民退的政策。那么有些战略的确取得成功，包括 AI 和卫星导航部分，讲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导航叫什么导航我忘记了啊。然后这个习近平陶醉于这个的成就坚信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技术、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第一强国。然而，中共对私企的大规模干预，可能牺牲了中长期经济增长。毕竟这些企业提供了企业4%的就业机会。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数字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就明白私营企业家变得过于成功时会发生什么，以至于他们退出经营，低调过日。然后他说，习近平镇压成功的科技大佬过程中，等于不鼓励年轻人创新勇气、雄心和创业精神。加上民企开始纳入党组织，然后积极参与民企业务，最终中国将因缺乏蓬勃发展的私企而危及过去闪亮的经济成长。非常到位，非常应景所以我就念一下就算了。大体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相信滴滴的好日子结束了他们会持续的折腾它没完，好吧。那我们今天是突发嘛，突发我就想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聊的，我们就简单的聊一下，我们不展开大规模的，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明谢一下 Frankie 谢谢吴奇红谢谢，王老师辛苦请喝咖啡谢谢，姥姥王谢谢，今天好福气有加课 TT 谢谢谢谢王老师加班 Gio 谢谢，请王老师 Sex Go 谢谢，香港好热，我们这里突然降温了降温，昨天是15度，今天好像只有16度，这个入夏又不成功。三门高谢谢。好，观点，滴滴是不是没上交数据所以要整它？我觉得不是。你要滴滴的数据，滴滴马上1秒钟就给你好吗？他反抗什么？有什么好反抗？他老板是陈维，他的 CEO 是柳青，都是头发丝儿都是空的人，那么精明的人，他扛什么扛？肯定不扛，他扛什么扛情况有人分析说是因为给美国提供中国道路信息，我不相信。美国需要滴滴提供中国道路信息吗？天上的卫星，大家有没有看到前2天那个什么说这个沙漠里面有100口这个发射井？我觉得那是假的还有说是中国开始在建一些新的这个设施，你看那些清清楚楚还需要滴滴给你什么道路信息？那这卫星美国想要中国道路的信息，肯定比中国清楚好吗？我觉得卫星天天从头顶上飞过去，干嘛使的呀？提问：滴滴下架是否是中共政府对海外融资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进行的割韭菜？顺便割一下海外投资者公司的韭菜。割韭菜是什么意思？割韭菜是韭菜叶子长在你身上，我把它割下来，我拿去包饺子，对吗？这叫割韭菜，就是伤害了你，我通过伤害你获利，叫割韭菜。你现在这样打击他，中国政府能获利吗？中国政府不能获利所以这不能叫割韭菜好吗？这不叫割韭菜这个比喻不恰当。
但肯定毫无疑问的是一点，他就在收拾你，折腾你。习近平的最大的能力是什么？折腾，折腾起没过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我在等大家问一个问题，大家一直没问，我想留着提问的问，影响是什么？影响有2个，这个很重要啊。你们不问我就主动说了。第一个影响，这些海外的创投，他们的风险无限大了。现在为什么？你想一下，一家创投公司或者一个投资经理，多么辛苦才能碰到一个蚂蚁集团这样的项目，或者滴滴这样的项目？那可能投资了100个项目，唯一的成功的项目就是滴滴或者就是蚂蚁集团。结果怎么样？结果没上市，一个上不了市，一个刚上市，我还没套现呢，就给打下来了。你看一下下个星期这个滴滴跌成什么样，跌出屎来吧。所以你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你想，所有的人，所有的投资经理，如果你真的当初决定了投资这个滴滴，或者当初决定投资了这个蚂蚁，你得至少可以吹10年吧。这得多大的投资回多大的成功，从创投这个行业来说。但是就在你面前死给大家看，所以这件事情对创投的打击是非常的大。为什么？你再去投资中国的这些初创企业，你怎么投？且不说你投10个有9个会失败，你就成功了一个失败，成功了一个项目，你还上不去市，你上不去。大家知道投资是一个循环，上市是什么？上市循环的终点。我通过上市，我把资金获利，对吧？我这个投1块钱，最终获利100块钱。那么我其他的90个项目全亏、全赔、全扔掉没关系，我这里还有100倍的甚至1000倍的投资回报，我把那个全 cover， 我还能够挣钱。这就是创投行业的商业模式。结果你这两头，去年来一个蚂蚁上市的问题，蚂蚁上市你知道有多少人损失吗？没有一个是挣钱的，全赔钱，一场溜，全是赔钱。我们不说那些小股民，抽签的小股民，那些不算啊，就算不算，就是这些把钱扔到这些初创公司的这些投资者，全赔钱，因为你出不来就意味着什么？甚至有些公司要倒闭的，等着这笔钱呢，因为他其他的项目可能都是赔的。所以你现在让这些海外的这些创投公司怎么看中国市场？这个市场根本就不用去了。为什么？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叫什么，那个叫独角兽。所有的投资经理他的梦想都是碰到一个独角兽，结果你上市还死求成这样，我为什么还要投它？这是第一个，风险超级大，创投行业是个重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投行也是个重创，风投跟投行是2个不同的业务啊。投行就是帮助你进行资本运作、上市，最重要的就是上市。那你想一下，前面搞这个能接到这个蚂蚁集团上市，也能接到这个滴滴，那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摩根斯坦利啊、JP Morgan 都是这些。结果怎么样？死给你看嘛！这个死得更难看，已经上市的，那这是已经上市还好一点，他至少上市这个费用他拿到，但是你别忘了但是你可能赔的比那个还赔的还多。为什么？你要做盘的，上市你要兜底的，你做庄的，那你想想看，星期一开盘你跌成什么样？那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件事情事儿很大。为什么今天我要搞个突发的原因就在这。本来我已经约了别人11点，现在几点了？现在10点40分。
我约了别人11点，我简单的说几个好吗？问题：与一线城市出租车司机聊天得知，城市的客管处对滴滴毫无办法，曾经钓鱼执法、打黑车很在行，因为出租车专营也是一块大蛋糕，但是对滴滴不符合要求的司机完全没有办法。据说有一段时间还是滴滴出钱捞违规的注册滴滴的司机，请问中央想扶持这个行业选择性无视，还是背后有资本的强人？滴滴已经改了，已经改了。滴滴要是按照五版那个模式的话，那直接就把这个出租公司给灭掉。他现在没有这么干，他要改掉，改就是让这些司机必须是出租司机啊，这已经改了很多了。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个滴滴是在冲击出租车的行业。所以出租车行业是谁？出租车行业全是国企，所以你说他毫无办法，的确是毫无办法啊，的确是毫无办法，他是没办法，所以他就整他呗。但是又不是滴滴一家，很多家。你刚才我数了一下，有10家，当然10家有一半是拉货的，一半是拉人的。提问：先多谢王先生牺牲休息时间做突发。滴滴中共如此操作，损害的是国际投资者的利益吧？都损害，全都损害。这一票从头到尾，从最上面到最末端，全损害。没有人会是受益的。共产党就是喜欢干这种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收拾掉。然后互联网你看一下谁没收拾啊？都收拾。情况，深圳今天宣布降低工人工资，防止制造业外流啊！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回头再说吧，啊，这个我具体的谈一下啊，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它其实不仅仅是降低降低工资福利，包括加班费都降啊，影响很大啊。情绪，感谢王老师辛苦工作，数字集权再强化，令人无语且愤懑啊。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他们团队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蛮干，这非常蛮干。你这一场下去，中国企业融资以后就很困难。就是这一把下去，滴滴这一把下去，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就非常困难。为什么？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从投行到投资者，到这个特别是这些，你要知道这些国际投资者，他们是非常保守的。你这一出下来，其实蚂蚁集团已经给这些投行、给这些投资者一个教训。当然那个教训还好，因为它没上市，这个已经上市了，上市没几天，30号上市，7月2号开始动手，你说这着急吧？着急成什么样？所以这个影响、这个冲击是非常大。观点：目前中国所有的大企业几乎都有红二代的背景，老习搞这些大企业就是告诉这些原始股东们，他们才是老大，不听话就弄你们。滴滴没有，滴滴看不大出来啊。情绪，风投公司这个情况，通过蚂蚁已经被风投看得透透，所以风投已经不敢投了。习其实不愿意看到风投对中国投资，不好控制。也不是，中国现在很需要钱。中国现在非常需要钱，现在中国在拉这个华尔街，开放这个金融市场。以前开放金融市场是开放什么？开放2级市场，国债市场、股市。现在不是，现在让他们去开店，这个不一样。所以你可见他对资本是非常渴求的。你想一下，开放这市场，让他去开店意味着什么？他自己有店在那儿的，他让他来开店。就让他把钱弄进来。中国非常需要钱。你看一下，现在中国，我都讲了，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像《红楼梦》，架子在那里，底下已经空了。所以你说他不想看到这个风投，那是不对，他们是很想要钱啊。所以我就说，他们现在的习近平他们这一票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蛮干，就是不管不顾。
现在就你看这件事情就是完全是不管不顾啊，中间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有的啊，中间肯定是有一些利益没有到位，但是为什么利益没有到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利益啊，一定有利益，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有原因的啊。但只不过我们这个原因不知道。观点，下周应该会开始打官司，因为上市前滴滴一定知道会有这些情况发生。官司中小投资者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这件事情没有完，要等这件事情完了以后，这些中小投资者就可以开始找这个滴滴的麻烦。因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如果他是7月20号已经开始发第一个通告的话，意味着什么？5月14号的那一次这个整改，你看中间差多长时间？差1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中间你5月14号肯定滴滴在上市的进程过程，也就是说，中小投资者可能会找滴滴的麻烦，就是你有没有信息披露，你有没有充分的完成信息披露责任，这个可以告的啊。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滴滴会有麻烦，什么麻烦？这一头是监管机构的麻烦，就是中国政府的麻烦，这个还没完。这一头投资者的他也麻烦。好了，那今天因为是突发，所以跟主题无关的我就不打了。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让我出去我约了人好吗？好，明谢一下 YZ 谢谢 Soybean 谢谢 Harry 冯谢谢肯尼迪谢谢那么这个刘玲谢谢今天是美国国庆日，祝美国这边的网友节日快乐。是的，节日快乐，谢谢大家。请大家原谅。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再见，下个节目再见，星期一见了。